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房屋面对面，我是王宇田。最近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升官了，现在变成中国的外交部长了。于是呢，他要从美国回来，临别之前呢，发表了一个重磅的文章。这个文章说了什么？他是对中美关系有什么看法？对此呢，我们请来了军事专家王云飞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秦刚发表的文件，他究竟表达了什么？秦刚其实担任咱们的外交部长，就老百姓的这个视角来看，其实有点众望所归，挺希望他当外长的。人家是柔中带刚，刚中带柔，非常得体。但是这几年大家看到西方国家的媒体为了抹黑中国的形象，把中国的外交称为战狼外交。不过这个战狼外交从来没有安到过这个秦刚的身上。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在这个背后，西方它究竟是为了什么？最近，秦刚出任咱们的外交部长了，引起了不光中国老百姓、美国以及西方国家很多人的高度的关注。而秦刚就在回国赴任之前，在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个杂志上呢，发表了一个中国的世界观。可以说他是离别美国之前给美国人说的心里话。在这个文章里面，秦刚的观点是这样的，他说中国会一直选择走和平发展、改革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所以美国完全没有必要为中国的强大而产生焦虑。中国从来就没有想过说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过去没有这样想，我觉得今后也不会这样想，因为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为了超越别人，而是为了超越自己。对于台海问题，秦刚说得非常直白，说这不是中国在打破现状，而是台独势力不断挑战一个中国的现状。其二，中美需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是中国一再强调的主张。我们提出这样的原则，是基于中美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未来要避免冲突必须走这样的道路。中美关系不是说你输我赢，我赢你输，更不是西方他们历来搞的那个零和博弈。今后两国的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应该是更多了，因为中国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这个一样会反映在中美关系上面。就算再过100年，中美依然是两个发展道路完全不同的大国，还是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倾听对方的声音，拉近我们对世界的根本的看法。双方都对世界和平负有重要的责任。第三，在乌克兰危机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认为当务之急还是推动俄乌和谈，以及美国、欧盟、北约同俄罗斯的对话，未来要建立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如果我们总结一下秦刚的这篇文章几乎没有一句话在应对美国而是以心平气和的心理向美国人讲述中国人的世界观。美国对中国最担心什么呢？他似乎就在告诉美国这里有一个现成的答案。比如说，美国当前很多政客都认为中国崛起意味着美国的衰败，所以他们抱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拜登政府现在说中国是系统性的挑战，而中国人的思维是什么呢？是共同发展、共同合作、共同繁荣。美国人担心中国强大以后要改变现状，而秦刚他列举了南海局势、台海危机、中印边境冲突等等这些事件，认为中国从来就不是现状的破坏者。所以为了避免中美矛盾的加剧，他还说中美的相处之道就是相互倾听，这也是当前中国没有中断双方战略对话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可能说秦刚说了这么多，美国人能听得进去吗？其实外交工作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未来就是要不断的告诉美国人这些道理。话说的可以好听一点，但该反击的时候，那中国绝对不会手软，这样才能彰显中国外交手腕的厉害。秦刚部长的这篇文章可以说就是把我们中国人的外交观阐述的淋漓尽致。可是
在美国那边，他们始终在保持零和思维，那就是说，你强了，我就肯定要打压我，我强了，我才能打压你。这种思维跟中国的这种思维相比之下呢，格局上马上高低立现。我们中国人常说嘛，格局决定了你的发展高度。未来我们可以说，中国一定会比美国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好，本期节目我们就讲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